Christopher Nolan 的《奥德赛》才刚在戏院掀起一波热潮，但2800年前，荷马口中的这个故事远比任何电影都更黑暗、更漫长。一场10年的战争，换来一趟10年才走完的回家路。这条路到底经过了哪些地方？荷马笔下的怪物与海妖，又藏着哪些真实的影子？故事从特洛伊开始。这座城不是传说。19世纪考古学家在土耳其西北角的西萨利克土丘，真的挖出了一座又一座叠起来的古城遗址，其中一层年代正好对上荷马所说的战争时期。木马屠城记可能是后人加上的戏剧化想象，但特洛伊是真实存在过，也真实毁灭过的城市。奥德修斯就是从这片焦土踏上了回家的路。第一站是独眼巨人波利菲莫斯的洞穴。荷马没有明说地点，但后世的希腊人把这个故事放在了西西里岛，尤其是冒着黑烟的埃特纳火山附近。一只眼睛的巨人形象，或许正来自古人对火山、对巨大单孔洞穴的想象。奥德修斯用计弄瞎巨人，逃出升天，却也因此惹怒了海神波塞顿。这趟旅程的灾难才正要开始。船队来到女巫瑟西的岛屿。古罗马人相信，这座岛就是意大利海岸边一块突出海面的夹角。今天的切尔切奥山，山名本身就直接来自瑟西的名字。瑟西把奥德修斯的部下变成了猪，却也在1年后指点了他前往冥界问路的方向。这里是旅程的转折点，从单纯的求生变成了一场真正的自我探索。接下来是整趟旅程最著名的2个考验。赛莲女妖的歌声传统上被放在那不勒斯湾外的几座小岛，而吞船的海怪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则被放进了西西里与意大利本土之间水流最湍急的墨西拿海峡。一边是诱人却致命的歌声，一边是真实存在，至今仍以危险洋流闻名的海峡。神话与地理在这里几乎重叠在一起。逃过海峡之后，奥德修斯却被海神女儿卡吕普索困在一座孤岛上，长达7年。这座奥吉吉亚岛的位置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向的中海中央的戈佐岛，也有人认为它根本只存在于荷马的想象里。7年足够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路在这里几乎被时间本身吞没。最终，奥德修斯回到了伊萨卡这座岛，2000多年来一直稳稳地留在希腊爱奥尼亚海上，从没消失过。但等着他的不是简单的团圆，而是一场清算。家里挤满了觊觎王位的求婚者，他必须先伪装成乞丐，才能夺回自己的家。从特洛伊到伊萨卡，奥德修斯走过的或许不只是地图上的距离，更是一整个人如何在战争与漂流之后重新找回自己是谁。荷马的《奥德赛》写于近3000年前，却几乎预告了每一部冒险故事的原型。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追一个问题：那些写进神话里的地方，到底藏着多少真实？别忘了订阅城市显影，我们下集见。